有不少人虽然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，却感到非常空虚。当耶舍从沉睡中惊醒，看到熟睡的侍女横七竖八，就像坟场一般，他忽然明白，连世上最昂贵的金拖鞋也踏不进真正的安宁。佛陀给五比丘讲法之后，五比丘就证得了解脱，这个世界就有了6位阿罗汉。跟流行的版本不同的是，佛陀并没有想拯救世界，也没有感动的世界地动山摇，这些都是神话。他深知社会不平等和荒谬，但也没有想像马克思那样宣扬暴力革命，希望推翻这个荒谬的世界，建立一个完美的世界。他没有多少改变世界的欲望，甚至没有多少权力的欲望。他只是在分享解脱之道，强调个人修行，更多的是向内，而不是向外。在波罗奈城住着一位名叫耶舍的富家公子，他生活奢华，他父亲为他建了好几座宫殿，他夜夜笙箫，歌舞升平，可以好几个月足不出户。有一天半夜，耶舍从沉睡中醒来，当时其他人也都睡着了。熟睡的侍女横七竖八，乐器零落，流着口水，喃喃呓语，就像坟场一样。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头一震。各位想想看，当你心爱的女神、男神熟睡之后流着口水，说着梦话，也要拉屎放屁。如果几天不洗澡，那味道是有多远滚多远。这时候女神还是女神，男神还是男神吗？耶舍突然感到世俗享乐的虚幻毫无意义，心生厌离。他感叹着，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？波罗奈城的深夜，街道寂静，耶舍穿着金拖鞋独自前行。他出了城门，直奔鹿野苑。他在佛陀托钵乞食时曾经供养过饭食，他对佛陀印象深刻。他想着，或许可以从那里得到一些答案。当他到鹿野苑时，佛陀正在空地上来回经行。他看到耶舍自远处走来，就坐下来等着他。只听到耶舍自言自语，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？这样的生活太空虚了。耶舍，这里的生活很充实，这里的生活没有空虚。来，坐下，跟我说说怎么回事，我为你开解。耶舍愣住了，他脱下金拖鞋，顶礼后恭敬地坐在佛陀身旁。佛陀依次为他说法，布施的功德，持戒的清净，升天的果报，世俗欲望的危害，以及出离的解脱之道。耶舍的心被点亮了，佛陀看到时机已经成熟，就继续讲解四圣谛和八正道。就像清净的白布很容易染色，耶舍当场开悟，正得法眼清净。他明白了，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生灭的。于是他向世尊请求出家，世尊同意了。话分两头，那边耶舍的妈妈来到宫殿，但找不到耶舍的踪影，她惊慌失措。耶舍，耶舍，你在哪里？她急忙来向富商丈夫报告，老爷，耶舍不见了，耶舍哪儿去了？富商立即派人四处寻找，他自己也发现了一条线索，金拖鞋的足迹。古印度大多数人都是光脚，金拖鞋的鞋印很独特。他跟着足迹来到了鹿野苑，也看到了世尊，而耶舍已经躲起来了。富商着急地问，世尊，您见过我儿子耶舍吗？您先坐下吧，晚一些，您或许能见到耶舍。富商有些疑惑地坐下了。佛陀为他说法，也是说布施、持戒和升天的果报，之后又讲了四圣谛和八正道。富商的焦虑慢慢平息，身心安定，他也正得法眼清净。太妙了，世尊，多谢您指点迷津，我愿皈依佛法僧，此生都追随您。他皈依了世尊，成为世间首位三皈依的优婆塞，也就是男居士。耶舍在不远处也听到佛陀的说法，更加坚定了他出家的决定。现在有很多错误的言论，说这个时代开悟不可能了，正果很难呀，这都是人云亦云。其实证得法眼清净的出果并不难，尤其是大家都受过基础教育，有基本的逻辑思辨能力，总体上比古印度的那些人接受什么吠陀理论、什么奥义书1分真9分假要高明得多。
只要知道正确的方法，证得法眼清净真的不难。正确的方法是什么？不是让你追求更高的能量，也不是告诉你能一步登天的咒语，更不是让你修苦行净化什么业力，或者每天必须做几个小时。正确的方法就是师尊讲的这些，无云非我，一切都是因缘所生，都是无常败坏的，所以能放下执着。现在还真有少数人能放下一切来修，可惜的是他们练习的方法就有问题，所以怎么修都修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佛陀对居士讲法通常开始就讲布施、持戒、升天这三件事。在印度，他们对这些有文化认同，容易共鸣，因为婆罗门教、耆那教也强调布施、持戒、升天，包括现在西方的宗教也是。古印度人大多数相信业和轮回，布施、持戒、升天是家喻户晓的修行方式。佛陀也经常用大家熟悉的语言来拉近距离，同时他要给这些概念赋予新意。布施要无私，持戒重内心，升天只是起点，涅槃才是归宿。耶舍厌倦了奢华，内心空虚。耶舍的爸爸这位富商刚不见了儿子，内心充满焦虑。佛陀先用布施、持戒和升天点燃他们的希望，再用出离直击欲望的虚幻，再讲四圣谛、八正道，层层引导，直达解脱。人在危机时容易被深刻的思想触动，某些人在听法后或经历震撼体验后，迅速改变信仰，决定追求精神生活，甚至放弃世俗生活。有的人可能被某位导师的教导触动，迅速转向新的人生方向。再加上佛陀的个人魅力、庄严的相貌和气场，能让他们建立深度的信任，所以一席话后，他们俩就证得法眼清净，如醍醐灌顶。这种渐次教法如同一座桥梁，带领人们从世俗走向解脱。那现在在谈布施、持戒、升天还有意义吗？绝对有，但表达方式已经融入了现代生活。通常说的布施一般都理解为慈善捐款，这是财富的二次分配，能缓解贫困，促进教育和医疗。然而布施不仅仅是捐款，包括我们的工作和提供的服务。如果能让社会更加融洽，让顾客更加幸福，让家人安心，这也是一种布施。当人们都在追求热点和八卦时，你还能静下心来为这个社会提供另外一个角度，另外一个层次的内容，提供一块清净之地。虽然这样可能赚不到多少钱，远不如直播带货的小姐姐，但这样做你会很放松，很快乐，你不会觉得这样的工作是一种负担，这也是一种布施。从古至今，布施的意义从未改变。大脑神经学已经证明，当我们布施时，慷慨助人的同时，也在提升自己的幸福感，激活大脑的快乐回路。幸福并不代表着你一定要是富豪，当布施成为你的习惯时，你大概率会是幸福的。至于持戒，从五戒到现代伦理，持戒仍是和谐生活、和谐社会的基石，正是诚实不害的原则，支撑着法律的根基，保护着人们的根本权益。像戒烟、戒酒、戒赌，能帮助人们降低焦虑，增强自我控制感。持戒是其中的核心。一个有道德伦理的社会，能增强彼此的信任感，也能提升民众的幸福感。对比看看挪威、丹麦这些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，就能看出我们和他们有明显的差距。至于升天，字面上的天界在这个时代已经褪色，但其象征意义仍然强大。升天象征善有善报的朴素伦理，激励道德行为。研究数据显示，一个相信善良会有回报的社会，人们更乐于助人。在这个时代，尤其在中国，我们可以把升天理解为内心平静、幸福的生活，将善行与满足感挂钩，类似于内在天堂。对于全球60亿的宗教信众，天堂和升天仍然是道德动力，促进慈善和社会凝聚。但在现在的中国，你在强调布施、持戒、升天，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你是神经病、骗子，很难有共鸣。这是来割韭菜的吧？
在中国做慈善基本都成了圈钱的套路，什么水滴筹之类，还有求求你帮我砍一刀。至于持戒升天，那不着急，等我先卷死了别人再说，死道友不死贫道。这是文化上的差异，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互卷，你很难得到真正的安稳幸福。但我们可以从自己做起。所以你觉得现代社会是否也需要这样的智慧来引导呢？你是否曾在迷茫时渴望一句点醒的话？耶舍从隐蔽处出来，坐在长者面前，长者震惊地看着儿子。耶舍，你快回家吧，你母亲担心的要疯了。父亲，我不想回去了，我决定出家。世尊的教法让我心安，我已决定追随他，修习解脱之道。你想出家？你有意出家，我是又惊又喜，只是你母亲放不下你。你现在先跟我回家，哪怕只是先让她安心。父亲，我感激您们的养育之恩，但锦衣玉食、歌舞升箫，只能让我的心更加空虚。世尊的教法让我看到，世间的快乐如泡沫，转瞬即逝。我向往解脱之道，出家并非舍弃你们，而是希望通过修行净化自心，也为你们种下善因。富商见说服不了耶舍，长叹了一声，他转过头来问佛陀：世尊，作为耶舍的父亲，我仍想向您请教，他出家真能到达究竟解脱吗？居士，耶舍和你一样，已经证得法眼清净，他也深知解脱胜于一切世间荣华。你说，他还能回头贪恋那无常的泡沫吗？不能，世尊。那这样，请您今天到我家用餐，让耶舍也随行，也让我为三宝种下善因。佛陀默然接受了，富商又绕之后缓缓离去。富商走后，世尊和五比丘就为耶舍受具足戒。来吧，比丘，我已经为你说法，你应修清净梵行，灭尽所有的痛苦。从此，耶舍穿上了僧袍。清晨，世尊披上僧袍，手持钵盂，带着耶舍比丘缓缓走向长者家。到了那里，主人早已备好座位，世尊安然坐下。耶舍的母亲和前妻迎上前来，向世尊恭敬行礼后，静静地坐在一旁。耶舍的母亲眼中带着不舍，望着出家的儿子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前妻则低着头，过往的点点滴滴仍在心头萦绕。尽管心里流着泪，他们还是满怀虔诚，精心准备了饭菜，期待聆听佛陀的教诲。世尊以慈悲的语调，循序渐进地为他们开示佛法。他们聆听之际，心结见解，智慧开启，最终证得出果，成为世间最早皈依三宝的优婆夷。供养时，耶舍的父母和前妻怀着虔诚，将精心准备的食物亲手奉上世尊与耶舍。待他们吃饱后，收拾好钵盂，洗净双手，他们再次恭敬地坐下，眼中仍带着一丝不舍。世尊以温暖的语调继续为他们说法，循循善诱，鼓励他们放下牵挂，拥抱智慧。他们聆听着，内心渐渐平静，法喜充满，心生欢喜。讲法完毕，世尊带着耶舍平静地起身离去。尽管律藏没有细数耶舍家人的情绪，但儿子、丈夫骤然出家，对任何家庭都是沉重的打击。耶舍的母亲和前妻想必也经历了暗自垂泪，内心挣扎，难以释怀。然而，世尊的讲法让他们在悲伤中找到一丝安宁，迈出了皈依的第一步。耶舍出家半个月左右，就证得了阿罗汉果。这时，世界上就有了7位阿罗汉。与此同时，耶舍的4位好友波罗奈城的离垢、善毕、满胜和牛主听到耶舍剃度出家的消息，颇为震动。他们互相讨论，耶舍出身显赫，却舍弃一切，这法门必定有不凡之处，出家绝非小事。带着好奇与敬意，4人来到耶舍面前，恭敬行礼后站在一旁。耶舍见老友到来，带着他们拜见世尊。行礼坐下后，耶舍对世尊一一介绍。他说：世尊，这4位是我昔日的挚友，波罗奈的长者子弟，他们心怀向法之心，
请您为他们开示，指引他们前行。世尊以平静而深邃的语调，循序渐进地为他们讲解布施、持戒、升天的果报，又讲了四圣谛的解脱之道，他们也都证得了出果。之后，他们剃度出家，成为比丘。世尊继续为他们开示，教导他们精进修行。最终，他们心无挂碍，从烦恼中解脱。当时，世间共有11位阿罗汉。从耶舍的觉醒到11位阿罗汉的成就，佛陀没有改变世界，却改变了人心。他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解脱不在外求，而在超越执念。在这个快节奏、高压力的现代社会，我们或许会迷失在物质的诱惑和世俗的喧嚣中。正如耶舍和他的朋友们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那条通往解脱的道路。或许你不需要成为阿罗汉，但你可以选择在喧嚣中为自己点亮一盏心灯。愿每一个人都能找到真正的安宁与解脱。